李明，这里是4万块钱。当初你投了多少，现在我1分不少还给你。建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过河拆桥？什么拆桥？李明，看在这1年你帮我建国的份上，厂子亏损的地方都没让你摊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是说，厂子刚开始赚钱就准备把我踢出局了？以后厂子的事情你不要再过问了，咱们两清了。当初我投4万是为了救活厂子，现在厂子活了，你就拿这4万打发我？嫌少？李明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30好几的人了，天天钻在那些破铜烂铁里，你懂什么是时代吗？现在是智能化时代，咱们厂新招的小张是明华大学毕业，会编程会设计，一个人能顶你3个。你这种过时的老零件早就该被淘汰。老零件？没有我这个老零件，这厂子的生产线现在还是堆废铁。行了，李明，我承认厂子前半年你确实做了不少事儿，但后半年呢？你除了坐办公室就是找人喝酒，厂子里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过问。生产跟不上的时候，是建国亲自上厂子加班，你呢，出个差住酒店，让我们2口子天天加班。李明，前半年你确实帮了不少忙，但是后半年可全部都是我在用命扛。你就投了4万块钱，玩了半年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年底还想要分走1半的利润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什么活都不干。你干什么了？你不就上半年下过车间一段时间吗？我告诉你，工人是建国招的，生产线是建国亲自盯着的，厂子是建国撑起来的，不是你。好，我问问你们几句话。这厂子里机械管理部门的审批，是谁一趟趟往省里跑了半个月才办下来的？环保盖章的时候，是谁没日没夜的清理规划了1周才搞定的？第一批工人是谁招出来的？这第一笔账，又是谁跟人家老板喝到后半夜，晕倒在马路边才谈下来的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别以为你去省里面跑了几趟腿，带了一段时间工人，就可以坐着分钱。你天天来厂子里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就想分钱。我看你想的倒是挺美。我来到厂子里什么活都不干，我没有活干，恰巧证明厂子能够正常运转。我在办公间打电话，那全是给厂子拉业绩、拉订单。行了，李明，你不就是眼红厂子里面的分红吗？这样吧，今年的分红我给你1%，这4万块钱你拿回去，就当你之前的投资我还给你了。建国，当年可是你走投无路来求我的。李明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吃不起饭了，老婆都要跟我离婚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好兄弟，我帮你。正好，我有个建厂的路子，我出钱和技术，你出力，咱们一起做大做强。李明，你想好了，这可是你攒了好几年的血汗钱。李明，这可是你攒了好几年的。没事儿，我出钱，你出力，咱们一起把厂子做起来。日子好了以后，利润对半分。李明，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兄弟，等将来厂子赚钱了，你拿7成8成，我赵建国绝不会说半个不字。我赵建国绝不会说半个不字。我相信你，咱们先把厂子办起来再说。李明，原料我可以便宜市场价3成给你，但是你记住了，我是看你李明的面子上，不是别人。你小子合我胃口，这一批的单子给你们厂做。
车床修复好了，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李工，你这技术留在这里太屈才了啊！厂子目前还在初期，这个月的工资得缓1天。我先拿3000块钱给大家度过这一天。李明，建国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才行，没有你，厂子早就倒闭了。他也忙也忙。好，这钱我拿。李明，这钱你拿了，那厂子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不过也没事儿，以后咱们见面了还是兄弟。见面还是兄弟，你替我出局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兄弟？今天我把钱拿走，从今往后，厂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厂子里出现任何问题也不要来找我。他以为他李明是谁呀？一个过时的技术工罢了。就是，这种人早就该被淘汰了。以后啊，厂子赚的钱可都是咱们的了。我听李明说他不在你那儿干了，那以后钢材原料的30%折扣就没有了。什么？林总，咱们这1年来的合作都是优惠30%的呀！我告诉你，赵建国，我优惠30%是看在李明的面子上，不是看你赵建国。赵建国，你以为你踢出去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？你错了，你拔掉的是厂子这台巨大机器的心脏。心脏没了，厂子还能活下去吗？看见了吗？没了他李明，今年咱们至少能多赚27万。难怪他李明不想走，原来这么赚钱。这下子厂子里赚的钱都是我们的了。可是，林老板那边不给30%优惠的话，我们成本就上去了呀。你傻呀！现在你是创新机械厂的大老板，你去和他谈不就行了？林老板，昨天的事情您别放在心上，咱们的合作还是和去年一样。一样。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，我给你优惠30%，是看在李明的面子上。你要是想要继续从我这儿进原材料，就按照原价买，而且是现钱现货。红今年没来吗？以后厂子就我和建国管了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们。那技术上的事呢？这位就是咱们厂里的技术员了。李工，你真不干了？不干了。李工，这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，赵总他会回头的。没办法，有些人眼里的光只能看见自己兜里的钢镚。兄弟，在利益面前，不过是随时可以踢开的垫脚石。厂子这台机器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，接下来就该看着这台机器是如何停止运转了。看见了吧？少了他李明一个，咱们的厂子不照样赚，而且效率还更高了。现在你知道李明他为什么不愿意放手了吧？没想到小张真的能让厂子产量上去。那是，也不看看小张是谁招进来的，人家可是大学生，机械专业的。生产线速度怎么快了这么多？这样的话，产量虽然上去了，但是良品率也下去了。赵总，这么提速的话，机器吃不消的。你懂什么？以前就是你们太清闲了，现在才是厂子的正常产量。按照目前的产量，最多3个月就可以给你换一辆新车了。李明，你真不管厂子了？人家夫妻俩看我不顺眼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以后原料的事情就不是我来和你谈了。王老板，以后订单就不是我来跟你谈。李明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可以招你入我们工厂做总工程师。不用了，这1年我很累了，想歇歇。
建国，厂子我已经让了，能不能走下去，就看你了。我说过了，现钱现结，否则刚才原料不会卖你。看在李明的面子上，还像之前那样不行吗？那就让李明来找我。没了他林老板，咱们厂子还能就开不下去了。这么多材料供应厂，还缺他一个。再说了，他那个价我可打听过，比别的供应厂要多1倍呢。谁知道是不是李明在里面吃回扣？难怪他不愿意撒手。不过这原材料咱们去哪儿弄？弄不来的话，厂子就要停产了。我有一个表哥，就是干钢材原料的，而且价格比林老板优惠30%，以后还便宜20%。那质量能靠得住吗？我表哥厂子都开多少年了，要出事儿早就出事儿了。放心，赵老板，别看我原料比市场价低，但我这质量可从来不差。可是这原料里面的渣子太多了。你傻呀？渣子剔出来不就行了？这里面的差价可都是咱们的。表哥，就定你这里了。高总，这批原料不对呀，怎么渣子这么多？渣子多，你们就不会剔除一下吗？我给你们发工资就是白养你们的吗？原料渣子多，就会影响咱们的机器，到时候指不定出现什么乱子。我就不信了，一点渣子还能让机器出问题？我看你们就是闲出毛病了。以前活太轻松，现在多剔几颗渣子就要死要活。赵总，您怎么说？看什么看？干活！好，干活！老赵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才3天，咱们的利润都已经追赶上之前1个月的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别说你能换车了，就是家里的大别墅也能建起来了。老婆，我早就该听你的了。要是早听你的，咱们家早就住进大别墅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你老婆是谁。之前我还真心认为他李明是为了我好，谁知道这里面能有这么大的利润。我早就说了，他指不定从里面吃了多少回扣了，要不然我那天拿走4万块钱能这么干脆？谁呀？不知道要敲门吗？赵总，不好了，机器出故障了。什么？你们是怎么干的？机器一直都没有问题，怎么突然就出问题了？原料不行？什么原料不行？之前厂子也有一批渣子原料，不是照样没有问题？那是李工还在，那段时间李工天天维修检查，才保证了生产。别总是李工的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小张，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？当然没问题。好，交给你去办了。好了，你这是强行启动，会出问题的。老王，你懂什么？就是，人家小张可是机械专业毕业的，看见了吗？厂子没了他李明，不还是照样正常？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干活去！李老师，这次真的感谢您。我们机械工程的问题排查了足足3天，要不是您指点，怕是要更耗费时间了。举手之劳。改天我亲自请您吃饭，当面道谢。好。不是所有人都像赵建国夫妇那样只顾利益不顾人情，估计这会儿厂子里应该已经乱起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机器怎么又坏了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又坏了？赵总，你找来的这个小张，
为了产量把机器调得那么快，出问题是早晚的事儿，更加别说这些劣质原料了。这批货吴总那边可是说好了明天下午要的，出不来怎么办？机器坏了，我们能怎么办？小张，赵总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给我10分钟。秀梅，小张到底靠不靠谱？肯定靠谱啊！赵总，好了，好。小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张，你到底能不能搞定？我可以找人来搞定。我认识国内顶级的机械工程师，他叫孙宇，他以前跟了一个很强的师傅，学了一身的本事。好，快点把人喊来。地点是创新机械厂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记得师傅他就在创新机械厂吧，正好可以去见见师傅。李工，厂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从昨天开始，厂里所有的生产线全都出现了故障，现在全都停摆了。今天下午赵总说还有一批货要交给吴总，上午要是修不好的话，肯定是交不上去了。李工，要不你来帮忙修理一下吧？你们都干什么呢？上班的点不上班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张姐，你就低个头认个错，让李工来修吧，不然咱们今天又生产不了东西。我认错，我有什么错？他李明拿回扣的时候怎么不认错？他天天在厂子里躺办公间的时候怎么不认错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会有一位顶尖的工程师过来给咱们厂解决问题。人家不需要。这里就是师傅家的厂子，果然是师傅的厂子。师傅喜欢在保养过的机器上做上记号。这机器之前明明保养的很好，是不是从这周开始才出的问题？技术工是不是换了？喊你来是修机器的，不是来听你教训人的。这机器只有一个人能修。是谁？李工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。李明，谁让你进来的？门口的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李明，之前我不是告诉你了，今天我们厂会有一位顶级工程师过来给我们维修机器吗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要来偷学技术的，对不对？李明啊，我知道你对这机械方面的东西感兴趣，但是我们请来的可是顶尖工程师，人家的技术可不会外传给你一个普通机修工的。小张，你快点去门口看看，孙宇工程师喊的人来没来？不用了，我现在要好好的考虑，要不要给你们厂子修机器了。李明，你配给人家孙宇工程师打招呼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来了，让孙宇工程师不高兴了。孙宇工程师，你别跟李明这种小人一般计较。小人？你说李明是小人？你说李明是小人？对啊。孙宇工程师，您之前是不知道啊，在您来之前，他李明可是坑了咱们厂子里不少的原料回扣。坑回扣？对呀，不仅如此，后半年他在厂子里几乎玩了半年，天天来厂子里，什么活也不干。我什么活都不干。若我要是天天有活干，那这厂子还生不生产？那我不管，你就是没干活，没干活还要拿分成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孙宇工程师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他李明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他李明已经被我开除了，不是厂子里的人了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这个厂子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听到了吧？厂子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好啊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这机器的故障你另请高明吧，我修不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修不了？师傅，孙宇工程师喊李明师傅，李工竟然是孙宇工程师的师傅，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活该！谁让他把李工给踢出局了？你们都在胡说什么？孙宇工程师，您没开玩笑吧？你看看他李明，他这邋遢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师傅？看人不看外表，我们组有许多不懂的地方，有时候还会请教李老师。结果，你们厂子居然把李工给开了，难怪你们厂子现在停产，真是活该！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胡说，这厂子里的机器在1周之前都被保养得非常好，每一台机器上面的零件还有参数和调控，我都看见了保养的痕迹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些机器很明显从上周开始就被人故意设置了速度。孙工说的没错，就是小张干的。机器换了人，就像是换了心脏。你们厂子的机器我修不了。孙宇，我们请你来又不是不给你钱，你凭什么不给我们修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嫌钱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你们做人做事的问题。原本咱们谈的是2000是吧？我给你加到4000，修不修？不修。8000！不修。就算你给我10万，我也修不了。这机器只有我师傅李工会修，其他人永远修不了。小张，你找的人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张姐，孙工可是国内数1数2的顶尖工程师。孙宇，我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听你数落我的。赶紧把机器修好。机器能修好，但是人心可就难修了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我师傅的事情我也知道一点。当初我师傅放弃了跟着我们工程小队的机会，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建厂。上半年李工为了你们的事情可没少掏钱，他给你们厂子上的全是国内最顶尖的机械工艺，结果你们为了厂子的分红就把李工给踹了。你们还是人吗？你别说的我们像小人一样。这1年来，我们家建国下过多少次车间，多少次零件产不出来，都是我们家建国在加班，大部分工人也是我们家建国招来的。我们家建国在厂子里忙前忙后的时候，他李明还不知道在哪里偷懒快活呢。偷懒？有一次李工在外地谈生意，醉倒在路边，都没有打电话给你们，因为他怕麻烦你们。后来要不是我当时正好打电话给李工，李工指不定会出什么意外。那是我让他喝那么多的，不能喝就别喝，装什么装？他不喝，你们厂子哪来的单子？我就不信，少了他一个李明，我这厂子还没单子了。算了，都过去了，厂子的事情已经跟我无关了。听说你来了，来尝尝我自己酿的。好，李工，我们走。我们走吧，我就不信，一个破机器而已，你们还修不好了。李工，那机器都是你亲自调试，精度都是你一刀一刀车出来的，甚至有许多零部件都是你自己花钱从国外进口来的，你真的舍得让他们乱搞吗？赵建国2口子已经把我踢出局了，后面的路他们怎么走，机器怎么调试，我不会过问。小张，你到底能不能修好？查出问题了，是设备结构老化造成的，必须要换新的设备才行。什么？换新设备？现在换设备哪里来得及？吴总那批货下午就要了啊！吴总，厂子机器出了点问题，可能需要几天。几天？你做梦了！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厂子把人家李工给开了。李工在的时候，你们厂子可是一天岔子都没出现过。行了，订单我撤了，你做不了，我找别人做。怎么样了？吴总撤单了。撤单就撤单，咱们厂子订单这么多，我缺他一个。那这机器，
我表哥那边有路子，这种生产机器，他那边能搞来，价格还低。你听我的，厂子肯定能恢复之前的产能。老王，你看，这质量太差了。赵总，你看看，用这新购买的机器生产出来的零件，质量太差了，这已经不符合理工定下来的合格标准了。老王，你别老是理工的，李明他已经被开除了，他定的标准已经不能用了。现在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就是新的标准。赵总，这零件出去，万一要是出问题，砸的可是咱们创新机械厂的招牌。就是一个小零件而已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建国，用了新机器后，咱们把成本又压下去了2成。2成？照这么下去，别说3个月了，怕是下个月就能给你换豪车了。创新机械厂这批零件怎么不合格率这么多啊？老板，这批从创新机械厂进来的零件完全用不了啊！创新机械厂竟然敢拿这种劣质货来糊弄我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这质量为什么从上周开始突然差了这么多？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质量怎么差了这么多？大家放心，厂子这周做了一个小调整，优化了一些不认真工作的员工，下一批绝对不会出问题了。那这一批呢？先退回来，我们马上给你们赶工下一批。这零件我看不是好的很吗？别的厂子能用，就他们不能用。我看就是以前李明给他们用的料子太好了，才这样。那咱们的原料还换回原来那家？做梦！原来那家多贵了，到时候我们还有利润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又不缺他们几个小厂的订单，要是没了他们几个，说不定咱们厂子会更加顺呢。我之前就说了，机器不行，原料不行，你们不听。这是金老板他们，要是等真正的大订单老板开口，我看厂子怎么办？我呸！也就这些小老板会挑3拣4的，人家真正的大老板才不会这么干。还有，我不这么干，你们工资哪里来？钱没问题，但是省钱得省对地方。今天算是看出来了，建国厂子里面的原料还有设备全换了。要是后面的质量还是像现在这样，我就不打算从他这里采买了。可是这样不就断了建国厂子的活路了吗？哼，活路不是咱们断的，是他自己断的。看到没？虽然咱们少了几个订单，但是利润已经翻了3倍了。真的翻了3倍！我早说了，要是咱们厂子还按照李明的路子干下去，早晚要亏倒闭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咱们就能把购买新机器的窟窿给补上了。新机器的亏损后面再算，眼下先买一辆新车。毕竟你也是个大老板了，不能开之前那辆小车了。老板，你这是赚到大钱了啊！没办法，厂子靠我撑起来的，眼下只能说赚到了一点小钱而已。某些人说厂子没了他赚不起来。我呸！看见没？我家建国都开上大奔了。怎么样，李明？建国，车是好车，可这厂子是靠车撑起来的，还是靠招牌撑起来的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车能买回来，可信任呢？买得回来吗？
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李工一走，建国的厂子就彻底不想好了。以后的零件就不从创兴机械厂购买了。金老板，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？王老板，你自己看看。创兴机械厂有李工看着，质量怎么会这么差？李工已经被建国开了。什么？以后啊，你好好掂量掂量，要不要用他们厂的零件了？什么？这一周的产量直接缩短了一半！老王，是不是工人偷懒了？偷懒？是有人在偷工减料。再这么下去，剩下的一半产量也得玩完。胡说什么呢你？完了，产量下来了一半，车子的贷款下个月就还不上了。什么？莫老板和金老板那边的单子呢？他们已经把单子全撤走了。撤走了也好，他们那点订单量，咱们厂子半天就做完了。建国啊，我这边急需一批零件，数量是20万件，还是老样子。云总，您放心，我这边马上安排生产。对了，这批货还是让李工给我盯紧了啊。好嘞，云总，没问题。老婆，李明都让我们给开了，还怎么盯货呀？你傻呀，让小张盯着不就行了？再说了，这零件都长一个样，他能分辨出是好是坏？人家小张可是专业毕业的，修理技术可能差点，但是把控质量方面肯定没问题，不然人家咋毕的业？这可是20万件的大单子，正好咱那车不是还差20万的贷款吗？咱们就从这单子身上赚回来。我们目前一个零件只能赚6毛，20万件也才12万，还差8万呢。你傻呀？原料我又找到了一家更便宜的，能找回来2毛钱。然后咱们再把一些次品填充进去，不就把剩下的2毛钱找上来了？那样云总那边会不会发现？发现怕什么？谁家厂子出去的零件敢保证100%都是好的？况且人家大老板那么大的量，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。我这给你省下来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！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赵总，这些零件，即便按照小张定下的标准，都是不合格的。让你打包你就打包，你废什么话？你们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这周20万个零件要是做不上去，违约金10万你们出吗？赵总，那也不能把坏的零件当好的送过去吧？你懂什么？谁家厂子能保证100%都是好零件？快点给我打包！云老板，这批货根本用不了啊！20万件货，折算下来，顶多只有2万件勉强能用，其他的不是质量有问题，就是硬度不达标。什么？建国他到底在搞什么？赵建国，这批货怎么回事？20万件货，只有2万件勉强能用。合格率甚至不到1/10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标准生产的。赵建国，这批货你们李工到底盯没盯？云老板，
是不是你们厂子的要求太高了？别人家的厂子也没有说只有1/10的零件能用。我要求太高，我给你们的要求可是行业内的基本准则。你们要是这点质量都搞不定，以后咱们的生意就不做了。于老板，下一批我们绝对给你合格的产品。不做就不做，我们厂子这么大，还差你一个。好，你们记住了。老婆，云老板可是大客户啊。就是大客户要求多，别的老板我看怎么没说有问题。咱们压的成本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还真指望云老板接着跟咱们合作？再说了，咱们不是还有另外2个大客户吗？下一批我们吃点亏，用回原来的原料，先稳住另外2个再说。难怪建国上次给我的货那么次，原来他把你给踹了。人心隔肚皮，我也没有想到。当初要不是你帮我厂子解决了一个难题，我这单子可不会交给外人来做。云老板，虽然我不在创新机械厂了，但以后你的厂子要是有技术上的难题，还可以找我。这是创新机械厂对面的旧厂房的厂门钥匙。我打听到最近你有自己办厂的想法，刚好那厂房是我一个朋友的，他低价让给我了。现在厂子交给你。云老板，我不是白给你，厂子前半年的租金我收你2万。可是光有厂子没有机器。李工，建国他不是买了辆车子吗？现在贷款还不上，就把厂子里面原本的旧机器都当废品卖了。什么？那可是都是我精心调试过的机子。不过我托人买下来了，老样子，还是卖给你2万，一共4万块钱。李明，这里是4万块钱。当初你投了多少？现在我1分不少还给你。原料方面你自己想办法。我第1个月给你的订单5万件，还是老样子，质量你把控，我放心。做好质量，做好人，路只会越走越宽。有些人丢了这2样，开再好的车也跑不远。有场地，有设备，只要搞定原料，云老板那边5万件的单子，1个月的时间可以拿下。我都说了，吃不了。你们要买原料就拿现金，不然就去别家买。林老板，您看以前咱们厂子都是可以从您这里拿货的。以前那是看在你们厂子李工的面子上。我想不明白，李工给你们厂子又是拉单子的，又是干技工的，你们还把他给踢了？什么拉单子？他在厂子里玩了大半年，我们家建国可是忙前忙后，一天都不敢休息。他没活不正好说明你们厂子生产顺利吗？林老板，有些话跟某些人说是听不进去的。李明，难道我说的还有错了？李明，你来干什么？来钢材原料厂，当然是买原料了。李明啊，开厂和当工人可是2回事儿。这厂你开得明白吗？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厂子里所有的地方都要钱。别以为你盘了个破厂子，就也能自己开厂了。林老板，我想要一批钢材原料。人家林老板可是要收现钱的，你有吗你？好，李工，我给你。什么？林老板，这事儿你做的就不对了吧？凭什么给李明？李明他有现金吗？我没有现金。听到了吧？他没有现金。李工，是你的话，第1个月烧给你。还是老规矩，原料价格的话，还是低于市场价30%。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来就能赊，他来就能低于市场价30%？凭什么？凭良心。我差点忘记了，良心这东西，你们夫妻俩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李工，
我们去签合同。还一个林老板，你以为咱们厂子没他的原料就不行了？原料厂那么多，怎么不缺他一个？什么？这点原料你卖我3500一吨？我这原料质量可都是最顶级的，3500一吨都是给你算上优惠了。平常的时候我都卖3800一吨。老婆，这怎么办？3500一吨，比林强那边都多200块呢。慌什么？人家刘老板这里可以先付一半，赊一半。咱们先把厂里剩下的2个大单子稳住，之后咱们产量上来了，跟人家谈不也有底气了吗？这样能行吗？这事你听我的，准能行。这些我都要了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这个月加班，云老板需要的5万个零件能赶出来。不是都已经用一样的原料了吗？怎么出来零件质量还是这么差？原料是回来了，但是质量标准必须要按照理工设定的来。按照理工设定的标准，那生产1000件的话，能有多少能用？预估1000件里面能用的只有200个。什么？80%的不合格率？老王，你懂什么？李明的要求是他自己乱定的，难怪之前你们出不来产量，老是要加班。这怎么办？要是按照李明之前设定的要求来生产，就算加班也完不成单子啊！建国，我看你是糊涂了，这零件本来就是有损耗的。按照李明之前的要求，你难道还想要人家一个零件用上3年5年的吗？让他用上个大半年，然后出现问题后，不还是要从咱们厂里进货吗？这样一来，咱们厂子的单子也会多，咱们赚的也更多。赵总，要是真的这么干，厂子的招牌就彻底砸了。你就一个技工，你懂什么你？就按我说的生产。这30万件零件，最迟10天我就要。莫老板，您放心，这10天我亲自下车间加班赶工。我听说你换原料了，我的货你可不能糊弄。您放心，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比之前更贵，质量更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30万件，要是按照李明之前给莫老板的标准，就算1个月也干不完。放心，咱们厂子10天能生产一半吧？那剩下一半呢？剩下一半交给别人代工不就行了？代工，这靠谱吗？赵老板，您别看我这环境不咋样，但是我生产的质量和大厂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况且价格方面，我比大厂生产出来的便宜1半。能便宜1半？对啊。不过我先说好，原料是你们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看我就说吧，代工多省事儿。只要咱们把莫老板的大单子稳定下来，以后咱们生产一半，代工一半，稳赚不赔。听我的没错吧？莫老板，30万件，一个不差。辛苦建国了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们家建国啊，这10天可是天天都在跟厂里的工人加班，就连工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让我们家建国好好休息休息。可我们家建国说，莫老板的单子不敢耽搁。好，等我验完这堆货，就给你们打尾款。好嘞！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这一板上的零件全都是最精品的，他就算全部拆开查，也查不出问题。莫总，这板子上的抽查完毕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莫老板是不是可以打尾款了？不急，这只是流程1，还有流程2的。把编号034木板、077木板、129木板都随机抽1箱零件出来。莫老板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不是检查好了吗？样板检查好了，但是这其他的成品也要抽查的呀。不过建国啊，
你们厂子的质量我还是很放心的。来，喝茶。建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可能是热的。我这厂子里的温度可是23度，怎么可能会热？可能是我们家建国最近天天加班加的。等检查完了，你们家建国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。莫总，034批次的零件合格率只有60%。什么？莫总，您厂子的质检员行不行啊？这批货咱们厂子的质检员可是天天都在抓。建国，我给你们的要求是合格率要到80%。可能是因为这批货莫老板您要的太急了，合格率会有一点点的下降，不过这都在正常的范围浮动。行吧，这034批次的就算了，我这批货确实着急要。接着检查一下后2个抽查的批次。是，莫总。莫总，077批次的不合格率达到了70%。什么？建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工人不小心装错箱子了。一定是工人装错了，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厂子，把好零件送过来。129批次呢？莫总，129批次的不合格率是100%。什么？129批次呢？莫总，129批次的不合格率是100%。100%？这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100%不合格？莫老板，你这厂里的质检员怎么胡乱说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算加工的再差，也不可能100%不合格吧？就是，你到底会不会检查？原材料碳钢比例1:20。什么？我这比例要求是1:2，你们给我偷工减料了10倍！赵建国，敢以次充好？怎么可能？原料是我亲自去买的，都有购买记录的啊！对啊，莫老板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厂子看啊！李工，您真不回来了？不回来了，我现在在对面开了一家小加工厂，靠着老朋友们的支持混口饭吃。老王，不去干活，在这外人瞎聊什么？外人？我交给你的这批货不是李工在盯着吗？莫老板，我已经不是创新机械厂的人了。赵建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别生气，您先看看，我这原料可都是好原料啊。是啊，莫老板，我这原料是不可能出问题的。那为什么还有一批100%不合格的次货？10天时间，厂子肯定完不成这么大的订单量，而完不成，就得找代工。李明，你瞎说什么？李明，你瞎说什么呢你赶紧离开我的厂，不然我喊保安了！保安！保安！赵建国，代工是怎么回事？赵总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上次帮你给莫老板代工的单子，你尾款还没结呢。一共15万个零件，一单5毛，一共7万5千块钱。您看看什么时候给我结一下？老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够了！好啊，我一单给你1块钱的加工费，你转头找个代工厂5毛出货。莫老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这批货出不了，你们等着追究责任吧。还有，30万件货，我一件不要，全退。李工，你要是早说你被赵建国他们夫妻踢出局了，我这订单就根本不可能下到他这里。这件事怪我，没跟您说清楚。可是手里这30万件货缺少零件，到期交不上的话，可是要付几10万的违约金的。莫老板，距离交货还有多久？最多可以延迟15天。莫老板，你相信我。李工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从你手里走出来的货，那可都是精品。好，莫老板，你的30万件货我接了。
什么？做生意有诚信才能立足。莫老板把30万件货交给我，那就是信任我，我绝对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15天的时间，再加上我这2道新装的流水线，30万件货，没问题。老李呢？你们老板老李死哪儿去了？放开我！老李昨天就被抓了。抓了？为什么会被抓？他表面上给你们代工，私底下把你们的好原料全偷换成废料卖钱。这么干，不抓他抓谁？都怪你，非要找这种黑作坊代工，现在彻底完蛋了。存钱买大班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现在出事的全是我。要不是你贪便宜，莫老板的单子能黄吗？我们要赔几10万违约金啊！你推我，你个没用的废物！你自己没本事还怪老娘！这不是创新的赵老板？你在这儿听说找黑作坊代工被发现了，活该！赵建国，你那辆虎头奔驰的贷款已经逾期，限你1个月内把20万连本带利还清。我们立刻去厂里拖车。全完了！怎么办？莫老板的违约金，银行的车贷，全完了。喂，谁啊？是创兴机械厂的赵总吗？我是方氏集团的方德海。方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老公在，他在。方老板，我这有个大单子，为期1个月，1天2万件，一共60万件，怎么样，赵总？接不接？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这边会派一个技术工，每天到你们厂子里监督，他会随时向我汇报进度和质量。没问题，方老板您放心，绝对没问题，我们马上就签合同。60万件，我们发个屁！我们的技术质量你不知道吗？还派人来咱们厂子监督，这质量绝对不过关啊！不过关也得过，怕什么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能有什么路？这还不简单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咱们把方老板派来的那个质检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再塞点好处，不就行了？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要不然莫老板那边的违约金怎么办？你那辆大奔的车贷怎么办？要是让别人知道你的车子被银行收走了，你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放？我们绝对不能让李明那个王八蛋看扁了。好，就听你的。李工，你放心，这3个人是我厂里技术最硬的骨干，绝对信得过。我全部给你调过来帮忙。李工，我们以前就听过您的名号，跟着您干，我们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好，多谢莫老板雪中送炭。有这几位兄弟在，你放心，15天内30万件精品货物，我绝对给你1件不少的赶出来。有你李工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赵总，你们这厂子的卫生感觉不是很达标啊，这要是影响了方总的订单质量，我可没法交代。高老哥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马上整改，立刻让人把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就是，高主任您快请坐。建国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咱们特意给高主任准备的宝贝拿出来！高老哥，一点小意思，你拿回去尝尝，千万别跟老弟客气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不合规矩啊！在我们这儿，您就是规矩。今晚咱去金碧大酒楼，大鱼大肉，不醉不归。赵总，爽快！那今晚就听你们安排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没问题吧？只要钱到位，这质检员还不是被咱们治得服服帖帖？老婆，还是你厉害，这下咱们彻底高枕无忧了。
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垃圾，一堆垃圾！这种活也敢交给我？高主任，高主任您消消气儿，这不还在调试吗？高主任，您是行家，您给看看到底差在哪儿了？差在哪儿了？我告诉你，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，没有一处是对的，这根本就是废铁。高主任，您看这零件的质量好不好？那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高主任，您天天来指导我们，太辛苦了。这点茶水钱，您务必收下。行吧，行吧，看在赵总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今天这批勉勉强强算你们合格了。合格？这种会砸了我们厂子招牌的垃圾零件，你也敢说合格？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让厂子好了，你们要把理工的心血全都毁了。这谁呀？老王，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不想干就给我滚蛋！赵总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看这位老师傅说的也对，质量问题嘛，确实要管一管。高主任，高主任，您看您说这话就见外了不是？晚上还是昨天那个老地方，还是昨天的规格，怎么样？这还差不多，你比你手下这帮工人懂事多了。完了，这厂子失去了理工，早晚要倒了。我老弟，我跟你说，我那60万件的大订单已经交给创新机械厂了。创新啊，方老哥，创新确实是个老厂子，不过我听说他们最近技术骨干走了，这质量把关上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啊。我已经派了我厂子里的质检员高大海驻扎在他们厂里了。高主任自然是尽职的，但有些生产上的猫腻，外人很难看出来。方老哥，稳妥起见，还是防着点好。行了行了，看你谨慎的，不过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再派一个质检员过去，双重保险，这下你总放心了吧？有双重保险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来，喝酒。兄弟们，都停一下，休息休息。天热，都吃根冰棒，别中暑了。吃完休息1个小时，咱们再开工。李工，你真是太好了，跟着你干活，浑身都是劲儿。就是上哪找这么好的老板去？咱们拼了命也得把活干好。行了，快吃吧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等死吗？快点给我干活！赵总，我们我什么我？这批零件要是出不来，我扣光你们所有人的工资，一个子都别想拿到。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垃圾，一堆垃圾，怎么质量比昨天还差呀？赵总，你昨天为了赶工，又把机器的速度调快了2档。这机器它不是铁打的，速度越快，出来的东西就越糙，这都是常识。那怎么办？方氏集团60万件的大单子就在眼前，这可怎么办？嚷嚷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，老样子，找人代工不就行了？代工？你忘了上次莫老板那单子是怎么黄的了吗？差点赔死。那次是找了个黑作坊，这次我们找个正规的。眼下是先把这60万件订单吃下去，不然车贷拿什么还？方氏的单子要是飞了，李明那个混蛋不得在对面笑死我们？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什么？孙师傅，1件8毛？你疯了吧？咱们以前合作不都是说好的1件6毛吗？你怎么突然多收2毛？你这是抢钱！6毛，那是给李工的面子。现在李工不在了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了。我可听说了，你们厂子一赚钱就把人家李工给一脚踹了，真是好一出卸磨杀驴啊！你放屁！谁把他踢了？是他自己要走的，走的时候还从厂子顺走了4万块钱，他就是个未成的白眼狼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代工的质量标准全都是当年李工手把手教我定下来的。你们要加工可以，1件8毛，1分不能少，不然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
好，8毛就8毛，还有现钱现结。什么？以前不都是能赊1个月的吗？孙师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可不想跟卸磨杀驴的人做生意，没钱就滚！好，好，现钱现钱，我给你现钱。难道我们真的错了？错，我们哪里错了？那段时间厂子是不是咱们撑起来的？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咱们把控的？眼下只不过是出了一点点小问题而已。真的是小问题吗？你傻了？要是还按照之前的做法做，那这里面的利润咱们得让出去多少？你放心，方老板那边的质检员，咱们不都已经贿赂好了吗？大不了咱们吃点亏，再多给点好处，再加上我们从孙师傅那边代工的零件质量肯定是合格的，到时候咱们真假参半，他方老板也查不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的利润还有多少？咱们厂子里省下来的利润，几乎都被孙师傅那个老东西吃去了。不过，只要咱们吃下来这批订单，方老板那边的单子不还是滚滚来？到时候谁手里单子多，谁就是老大。那代工厂的价格，不还是你赵老板说了算？好，听你的。跟着李工干就是爽，兄弟们，干了！敞开吃，管够。王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天天挨骂还扣工资，我快憋疯了。李工，算我老王求您了，您回去吧。赵建国那个畜生天天逼着我们造假，厂子马上就要被他彻底搞垮了。老王，创新机械厂早就跟我没关系，可那是您的心血，您就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错，厂子缺的从来不是技术，也不是机器，他缺的是良心，是规矩。赵建国两口子眼里只有钱，连做人的底线都扔了。他要是死咬着不改，距离厂子倒闭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这帮老骨头，难道要跟着他赵建国一起陪葬吗？李工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能跟着您干吗？我李明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只要你们在创新干不下去了，我诚信机械厂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。15万，整整15万！赵建国，看到没？没了李明那个废物，咱们照样赚大钱。太好了，马上把这钱拿去还车贷。我看谁还敢收我的大奔，谁敢看扁我赵建国？会，还完车贷，咱们开着大奔去李明那破工厂转2圈。老婆，剩下的20万个零件，马上断了孙师傅那边的代工，1分钱都不给外人赚，全靠咱们自己生产。到时候就把咱们自己造的次品掺进去，利润全都是咱们的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方老板，您怎么突然大驾光临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我好出去迎接您啊！方老板，快坐。您是来验那40万个零件的吧？赵老板，这几天加班加点，挺辛苦啊。不辛苦，为了方老板的单子，我们可是把心都掏出来了。您要抽查零件是吧？我这就喊高主任。高主任，高大海，赶紧过来给方老板验货。不用喊了。方老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高主任可是您亲自安排的质检员啊！我今天亲自带了一个人。这人是谁？这个人，你们俩熟得很。李明，怎么是你这个废物？你这个被开除的垃圾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放肆！许工，是我亲自请来的质检总监。你们让他滚，
是不是连我也要一起赶走？天哪！李工被方老板请来，成为了这批货的质检总监。赵建国这下踢到钢板了。什么？方老板，他只是个臭机修工，您怎么能让他来当质检？怎么？你们两个这么害怕干什么？之前在电话里，你们不是拍着胸脯保证你们厂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？现在你们在怕什么？方老板，我们没怕呀，真的没怕。我们创新之前跟您合作了那么多次，质量您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您最清楚啊。之前有李工在，我自然放心。业内谁不知道李工的质量要求最严格？不过现在看着你们这副鬼样子，我需要好好考虑与你们创新的合作了。方老板，您派去创新的高主任，这些天天天在会所花天酒地，他把控的质量，您得好好掂量掂量。还有那个真正抓质量的李工，他早就被赵建国夫妻俩踢出厂子了，现在人家自己开了新厂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！快，把李工的电话给我。李工，走吧，咱们去车间开始抽查，就按你之前的标准来检查。好，听好了，如果这批货达不到李工的标准，我立刻撤销所有订单。碳钢比例1:20，连最低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，硬度甚至连 H30都不到。方老板，这批零件一旦装配到大型设备上，3天之内就会彻底崩碎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合格零件，这是在制造杀人机器。李明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你就是嫉妒我们拿到了方老板60万的大单子，你一个被开除的臭要饭的，懂什么现代编程？懂什么高精工艺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的吓唬人！对，方老板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们为了这批货，全场加班加点，连眼睛都没合过。他就是因为被我们开除了，心里嫉妒，在这儿故意打击报复。李工说的数值肯定没错，咱们用的是什么劣质原料？赵建国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这下看他们怎么收场。就是用垃圾原料还想骗过方老板，这回踢到钢板了吧？李明，看清楚我身上的制服，我才是方氏集团亲自委派的质检部主任。我的专业检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全部合格。你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土气修，也配在这里质疑我的专业性？高大海，做人得有底线。你身为质检主任，真以为这种工业垃圾能瞒天过海？笑话！我的数据是经过精密仪器检测出来的，凭什么听你一个外人瞎叫唤？方老板，李明这完全是在挑拨离间，他想借机砸了创新的牌子，好让他的小作坊上位。给我闭嘴！高大海，你确定这批货没有任何质量问题？方老板，如果这批货有问题，我立刻卷铺盖走人，这辈子都不进机检行。高大海，你还在嘴硬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你跟赵建国他们夫妇的通话内容。高主任，这卡里是10万块，您收好。建国老哥放心，只要我高大海在，创新送来的垃圾也能变成金子。哎呦，高主任，以后咱们发财的机会多着呢，干杯！方老板，我一时糊涂，是他们，是赵建国和张秀梅设局勾引我的，我是无辜的。高大海，你被开除了，方氏集团的法务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准备去坐牢吧。高大海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收了钱不办事儿，你把10万块钱还给我们，还钱！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用垃圾原料以次充好，真以为没人能查到？就是开除李工，重用啥都不懂的外行人，这下创新彻底完蛋了。赵建国，方氏集团撤回所有订单，你们不仅拿不到1分钱，还要赔偿2倍违约金。3天内不付清，就等着法院拍卖查封吧。咱完了，我的大奔，我的60万大单啊！天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李明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这个扫把星，是你毁了我们创新。我说过，
你们拔掉的是厂子这台机器的心脏，车能买回来，信任买不回来。李明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害得我们厂子没了订单，还要赔偿双倍违约金。张秀梅，从你们把我踢出局的那天起，创兴机械厂的死活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李明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！要不是你带方老板来，我们怎么会暴露？赵建国，你以前总觉得我天天在办公室喝茶，什么活都不干。但我告诉你，质量这东西，从来不是靠机器连轴运转出来的，而是靠人心里的一杆秤。机器坏了，我李明能修，但你们夫妻俩的人心坏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李明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！你们无药可救。老穆，这次方氏集团亏大了，40万件的零件缺口，我上哪去找合格的厂子交货？急死我了！老方，你这是骑着驴找驴，这不，正主就在对面呢。方老板，这是我们厂的标准件，你亲自验验。这比创新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上3成，这才是真正的工艺。怎么样，老方？我就说理工的质量是这个。理工，这60万件的合同我签了，立刻签。赵建国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一样一样拿回来，而这是个开始。赵建国，你连续3个月没还奔驰车贷，我们现在依法扣押车辆。放屁！这是我们的车，谁敢动一下试试？我看谁敢动！这是我的车，你们这是抢劫！滚开！立刻给我滚！业主抗法，申请协助，拖车，立刻强行吊装。哟，赵大老板，新买的奔驰怎么坐上拖车了？这是要拉去展览吗？什么大老板？原来是欠钱不还的无赖呀！放下来，我的大粪！你们这些小狗，快放下来！我的车！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回去干活！老子还没破产，马上滚！赵建国，赵建国，我的血汗钱！赵建国，你看看你办的好事儿，车被拖走了，现在这群穷鬼还要占了办公室。当初是谁非要买奔驰的？现在资金链断了，你全推我头上。赵建国，你不把这事解决了，我跟你离婚！是我，张基。表哥，你怎么从窗户进来了？废话，门口围了10来个工人，个个拿着铁锹。听着，我是来给你们送救命钱的。表哥，快借我10万，先把门外的人打发走。借钱？我给你们牵了一条大线。这是富贵外贸的海外订单，10万件精密零件。当场给20万现金支票当预付款。20万？真的？件票即对，签了字儿，钱就是你们的。10万件，咱们厂合格率连2成不到。你看违约条款，质量不合格要赔10倍，200万啊，表哥，把我们砸碎了也赔不起。你这个没出息的怂货！你再不签，外面的人就能把你撕碎了。200万怎么了？那是海外客户，懂个屁！拿到这20万，我们不仅能发工资，还能租一辆跑车，还能去李明厂门口狠狠压他一头。可是万一被查出来，我们就彻底破产坐牢啊！怕什么？表面做的漂亮点儿，里面掺次品，他们怎么看得出来？再说了，谁家敢保证100%合格？表妹夫，门外的工人已经开始砸防盗门了，再不按手印，这20万可就打水漂了！把门开了，找姓赵的要钱！妈的，拼了！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！
合作愉快，祝你们东山再起。李明，你给我等着，有了这笔钱，我马上就能东山再起。我一定要把你的诚信厂彻底击垮。李明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，我开的是什么车？李明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崭新的宝马。我们创信刚刚接了海外几10万的出口大单。你这辈子也就只配在这儿当苦力捡破烂儿。天哪，赵建国不是刚被拖走奔驰吗？怎么转眼又开上宝马了？指不定又是租来装样子的，打肿脸充胖子。海外大单，赵老板真是好大的威风。不过在炫耀之前，你最好闭上嘴，听听你们厂房的声音。你什么意思？李明，你少在这儿嫉妒我。我们厂里那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声。主轴轴承严重磨损，你们还敢强行调到最大转速？赵建国，你这是在给机器送终！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，你就是眼红我们发财。我们技术员小张说了，这叫高效生产。老公，别跟这个废物废话，咱们走去吃大餐。李明，你就守着你这破厂子等死吧！走。李工，这声音太可怕了，再这么转下去，不出3天，机器绝对会起火爆炸。天欲其亡，必令其亡，随他们去吧。通知兄弟们做好准备，对面马上就要炸了。这不关我的事儿，机器自己突然着火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快救人！李大叔被烫伤了，快打救护车呀！好疼啊，我的手！机器火太大了。哎，张老板，求求你救救我当家的，他的手都要废了，快给我们垫付点医药费去医院吧。是他自己笨手笨脚弄伤的，凭什么管我们要钱？张秀梅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要不是为了给你们赶工期，老李他能受伤吗？你今天必须拿钱。老王，你怎么跟老板娘说话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要是敢把火灾的事情说出去，1分钱工资也别想拿。什么？出了事故连医药费都不给？跟着这样的老板，迟早连命都搭进去。都给我闭嘴！看什么看？一群臭打工的，不干就给我滚！谁敢乱传，我扣光他全家的工资！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！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机器没坏的，立刻给我滚回去继续开工！明天钱老板来验货，要是耽误了工期，你们1分钱也别想要！行，这黑心厂，老子不干！老李，我们走，找人评理去。李工，创兴出大事了，机器起火，赵建国他们不给医药费，还逼着工人们继续开工。老李的手都快废了，这帮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老王，你现在立刻开车送李大叔去市人民医院，找最好的医生。这里是1万块钱现金，先用着，不够随时打电话给我。李工，谢谢您。赵建国那2口子真的不是人呐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死活。李工，您才是真正把我们当人看的大恩人，我们以后全部跟着您干，死都不回创兴了。喂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吗？我要举报创兴机械厂违法生产，
隐瞒火灾事故，并且严重危害工人生命安全，请立刻派人过来支援。立功，这次多亏了你，60万件零件不仅提前完成，合格率还接近100%。这是尾款支票，你收好。方老板客气了，我们诚信厂做工靠的就是良心。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理工的技术加上这帮老兄弟的干劲儿，以后这方氏集团的单子非你莫属。兄弟们，跟着理工干，有肉吃，大家敬理工一杯。李工，你瞧对面创新厂，昨晚折腾了一宿灭火，今天大门紧闭，估计是要彻底完蛋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们用劣质原料强行开高转速，不出事儿才怪。咱们喝咱们的，不用管他们。好。钱总，您怎么今天就来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下周2才验货吗？下周2，赵老板，我做生意最讲究效率。我听说你们厂昨晚起火了，我能不来看看吗？您这听谁瞎说的？就是个小火星，早就没事了。咱们的零件都好着呢。好着呢。那我今天带了专业的质检组和律师过来，现在就要当场验货。我的10万件出口零件，要是少了一个或者有一点瑕疵，咱们就法庭上见。钱总，今天太仓促了，要不咱们先去吃个饭，喝杯茶？少废话，立刻带路去仓库。质检组，跟我进去。不能看，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，你们没有权利看，滚出去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商业机密，我是买方，我没权利验货。律师，告诉他妨碍验货的后果。张女士，根据合同第3条，买方有权随时抽检货物，如果您强行阻拦，我们将视作您方单方面违约，您需要赔偿双倍违约金，共计200万元整。老婆，快让开，别闹了！赵建国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拉我干什么？这要是让他们看了，咱们就彻底完了。质检组，把那些帆布全部给我掀开，一件一件仔细的查。赵老板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出口精品，你拿这堆垃圾来糊弄我！钱总，这是误会，这是昨晚不小心起火熏黑的，质量没问题。对，钱总，这都是底下那帮工人故意捣乱干的，我们根本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你们当我钱富贵是3岁小孩好糊弄？律师，告诉他们后果。根据合同第5条，交货严重不符，需10倍赔偿，请在3天内准备200万现金，否则我们将申请冻结柜场所有资产。200万，你们这是抢钱！我们哪有200万啊？表哥，证据眼睛给我出来！这批原料是你送的，你出来解释啊！别找了，你表哥早就溜了。3天内见不到钱，你们就准备去牢里过下半辈子吧。我们走。高建国，立刻发工资！对，不然今天我们拆了你的厂子！还钱！发工资！赵建国、张秀梅，滚出来还钱！那是我们的血汗钱！
赵总，厂子账上没钱了，连受伤工人的医药费都拿不出，大家伙的血汗钱，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吵什么吵？厂子只是暂时遇到点困难，过几天海外大单的尾款就到了，你们急什么？给什么钱？厂子都被你们这群废物穷鬼给干倒闭了，天天就知道要钱，我还没找你们赔偿厂里的损失呢。张秀梅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当初李工在的时候，厂子多红火，是你们贪图便宜换劣质原料，是你们逼着机器超负荷运转，你们到现在还不醒悟吗？李明，你们天天就知道李明，这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这群下贱的穷鬼，活该一辈子打工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有本事你们打死我啊！没救了，这两个人彻底没救了，创新已经烂到骨子里了。兄弟们，这黑心厂咱们不伺候了，走，去对面诚信厂找李工，李工才是真正拿我们当人看的老板。对，跟老王走，去找李工。你除了祸害我干什么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200万的债，明天法院就要来封房子了。怪我！要不是你贪便宜找黑代工，要不是你非要接那个该死的海外订单，老子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！个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厂子都管不好，现在都快起老娘来了！建国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还有退路。什么退路？我们连底裤都赔光了，现在谁还能救我们？李明对面的诚信厂现在红火的不得了，他肯定缺地盘，我们把创新厂这个烂摊子卖给他。卖给李明？他又不傻，凭什么接我们这个烂摊子？不仅要卖，还要高价卖。我们明明只欠200万，就跟他说厂子资产值钱，开价400万，让他当这个冤大头。等我们拿到钱，立刻买机票出国。这办法好，哈哈哈哈！只要李明那个蠢货点头，我们还了钱富贵的200万，剩下200万足够我们买机票远走高飞。我们厂子现在就是个空壳，地皮和厂房根本值不了这么多钱。李明又不傻，他能信吗？我们当初那么对他，刚赚钱就把他踢出局，他凭什么帮我们？你懂个屁！李明那个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他最在乎的就是那些什么狗屁兄弟情分。只要你明天去他厂里，当着所有工人的面跪下来哭，那些围观的穷鬼工人都爱看热闹，只要他们一议论，李明为了名声绝对会心软。这不行啊！骗兄弟的钱跑路，这要是被李明发现报警，我可就真要坐牢了，这是诈骗啊！你还在乎什么兄弟？你马上就要被钱富贵逼死了，你不去求他，坐牢的就是你。全部为你天诛地灭！李明现在发了大财，8根汗毛都比我们的腰粗，我们坑他一次怎么了？这是他欠我们的。走，去诚信厂，给我们的好兄弟演一场大戏。天杀的，这些原本都应该是老娘的。李明这个臭秀机器的，凭什么过得这么风光？你给我闭嘴，把你的眼珠子收回去！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，赶紧揉眼睛，准备哭。李明，给我等着吧！李工，按照您改良的这个工艺，这批货的合格率能达到99.9%。
李明，我的亲兄弟呀，救命啊！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李公，李老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两口子的错，我们被张继业那个畜生给骗惨了。哟，这不是以前开大奔的赵总和赵夫人吗？是啊，他们现在来这里干什么？活该！当初把李工踢出局的时候多威风啊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赵建国、张秀梅，我们之间的账，在你们用4万块打发我走的那天就已经算清了。你们今天来，又是演哪一出？兄弟，看在当年我求你建厂，咱们同甘共苦的份上，你拉哥哥一把。创新厂的地皮和设备可都是好东西啊！你现在订单这么多，肯定需要扩建，你把创新收购了吧？收购？对，李工，只要你收购了创新，你就是这片最大的老板。那你们打算要多少钱？400万，兄弟，只要你出400万，创新厂连带所有设备全部归你，这绝对是跳楼价呀！400万，赵建国，你穷疯了吧？你那厂子现在就是个空壳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居然敢开价400万！400万，赵建国，你确定真的是400万吗？李明，只要你拿出400万，创新厂就是你的了。400万，真亏你们开得起这个口。创新现在什么样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这是钱富贵向法院提交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复印件。200万的债务，你居然有脸跑来管我要400万！赵建国，你口口声声叫我兄弟，就是为了在临死前再从我身上狠狠咬下一块肉来，不要脸！简直太不要脸了！死到临头还要坑人，畜生，简直是畜生！李明，你现在发达，你拿400万买我200万的厂子怎么了？你吃点亏就不行吗？你帮帮我们怎么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吃亏帮你们，我凭什么要为你们的贪婪和愚蠢买单？你们把创新搞得乌烟瘴气，机器全毁，工人跑光。现在的创新就是一块一文不值的烂地。把这2个满嘴谎言的骗子给我轰出去！从今往后，谁要是敢放他们进来，直接开除！李明，你这个见死不救的白眼狼，你不能死！你忘了当初建国是怎么对你的了吗？没有建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兄弟啊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你一定得拉兄弟一把呀！嘿，真不要脸！当初把李工踢走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现在知道叫兄弟了，搞干嘛去了？真是活该！建国怎么对我？你们过河拆桥把我踢出局的时候，怎么不提当年？你们用劣质材料砸了厂子招牌的时候，怎么不提当年？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好，你就是在报复！你这个小人，你早点钱！赵建国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你配叫我兄弟吗？我陪客户喝到胃出血拉来的订单，你就用这种质量去对接？你现在的下场，全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咎由自取！保安，把这2个垃圾给我扔出去！别脏了我们诚信厂的地盘！赵建国、张秀梅，你们的报应到了！别骂了，兄妹，我们彻底完了。遗忘當天失落的夢見。赵建國，你這個沒用的窩囊廢，爛泥扶不上牆的東西，連個李明你都搞不定。我當初真是瞎了狗眼，怎麼會嫁給你這麼個廢物？你給我閉嘴！我憑什麼閉嘴？你看看人家李明，現在是身家千萬、人人巴結的大老闆。你再看看你，廠子沒了，車被拖了，還背了200萬的債，你連李明的一根腳趾頭都比不上。這不是對面創新的老闆和老闆娘嗎？怎麼跟瘋狗一樣在街上搖起來了？
听说他们把技术骨干李工赶走了。活该，自己作死用劣质原料，这叫报应。我连李明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我堂堂大老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因为你这个败家娘们儿。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吹阴风，说李明吃回扣，我会把他赶走吗？都是你这个贪心不足的臭娘们儿害的。你少往我身上推卸责任，是你自己眼红人家的分红，是你自己贪心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赵建国，你这个窝囊废，居然敢打我！不要这样跟你比了！大家快来看，快来瞧一瞧啊！对面那个当大老板的李明，简直不是人呐！当初要不是我们建国拉他一把，那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我们落难了，他连1分钱都不肯借，简直是丧尽天良的白眼狼啊！张秀梅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疯婆子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老王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腿子，你凭什么骂我？我说错了吗？李明就是个没良心的畜生！哼，大家听听，都来听听，这娘们儿居然有脸提良心。当初李工为了救他们创新厂，掏空了自己全部的家底，没日没夜的在车间干活，喝到胃出血送医院抢救。结果呢，厂子刚一赚钱，他们2口子就过河拆桥，拿了区4万块钱，像大发叫花子一样把李工一脚踢开。这里是4万块钱，当初你投了多少？现在我1分不少还给你。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30好几个人了，天天钻在那些破铜烂铁里，你懂什么时代吗？现在是智能化时代，你这种过时的老零件早就该被淘汰了。踢走李工也就算了，他们还往李工身上泼脏水，污蔑李工吃回扣不干活。你们这种丧尽天良、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现在居然好意思在这里提兄弟情谊！呸！原来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！难怪厂子倒闭，真是活该破产。就是把恩人当垫脚石，现在遭报应了，还在这装可怜，真让人恶心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那是正常的人事调整，他李明就是没本事才被淘汰的。我胡说！你们为了赚黑心钱，用最劣质的钢材原料，逼着工人们加班，强行把机器转速开到极限。之前车间起火，差点把楼里活活烧死，你们连医药费都不肯出，还威胁工人不许说出去。你们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李工心疼工人们，自己掏了1万块钱救人，他没报警抓你们诈骗，已经是给你们留了最后的底线。你们居然还敢在这儿撒泼打滚！谁是赵建国？谁是张秀梅？赵建国、张秀梅，你们涉嫌合同诈骗以及拒不执行法院判决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封我的厂子？那是我的钱，我的大别墅，我的宝马车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一生全毁在这个贪字上。如果当初我没踢走李明，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恶人自有天收，活该！就是让他们用劣质原料害人，这叫报应。早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把恩人当垫脚石，这就是你们过河拆桥的下场。太好了，李工，海外那批100万件的巨额订单，我决定全部交给你了。放眼整个行业，只有你李明的质量才能担得起这份信任。李工，以后咱们就是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，有你在，我们100个放心。多谢2位老板，兄弟们，咱们诚信厂立足的规矩是什么？大声说出来！做人讲良心，做事讲诚信。